社区规则：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，色。凌晨12点，小区喇叭突然响起，反复播放着上面这条规则。楼上邻居为表达不满，大声谴责恶作剧。可就在刚说满50个字的时候，他却突然停了，紧接着从6楼猛然坠下。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住了整个小区。我的天！我刚想惊呼出声，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。转头一看，是我的合租室友小美。她一边比出噤声的手势，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敲字。没记错的话，加上之前的吐槽，你已经说了47个字了。而之前的广播的规定是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。联想到邻居大哥的惨烈死相，我不禁浑身一颤，头皮发麻。我靠！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重新敲了一行字。现在是49了。眼看事态紧急又诡异，我们急忙叫醒了另一个合租室友青青，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，必须戴着眼罩和耳塞入睡，因此哪怕刚才的广播和怒骂如此大声，也没能把她吵醒。起床之后的她忍不住小声呢喃，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。那你好在我急忙捂住她的嘴巴，才制止了她的行为，只浪费了3个字的说话额度。冷静下来之后，我们3个人聚在客厅用手机打字交流，想要知晓业主群里有没有人说话，却发现网络已经全部断绝，根本接收不到一点信息。不过就算信号全部被屏蔽，报警电话也依然可以拨打。于是我们商量得出最精简的报警文案，由说话余额最多的小美来拨打。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，按下拨通键后，迎接我们的只有无尽的电流嘶嘶声。不知道是受了什么的影响，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一起出门，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小区。可更加绝望的是，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发现门上挂着一具身穿保安服的尸体，在他的旁边静悄悄地立着一副从未出现过的木牌，禁止离开小区。对于这条规则，我们3人都没有任何怀疑，保安的下场已经证明了一切，我们只好原路返回。中午12点，小区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，请注意，社区规则介绍如下：一、社区每日会出现一条新规则，新规则于0点通过喇叭发布，请务必严格遵守，否则当场死亡。2、每当新规则产生时，上一条规则自动失效。3、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重复。4、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，严禁离开社区范围。5、社区规则持续时间为10天，10天后所有规则结束，仍然存活者方可安全离开。听完规则，我忍不住长吐一口气，在手机上敲下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这地方我们要待满10天。小美点了点头，没错，而且要经历10条不同的规则，一旦违反就会死，这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轻轻挠了挠头，不能离开小区的话，食物岂不是也成了大问题？想到这里，我赶紧起身看了看冰箱，还好我和小美都有做饭的习惯，冰箱里备了不少食物，里面也还有很多，起码不会让我们3个人饿着。于是我回应道，食物够我们吃。小美却摇了摇头，小区里有这么多住户，天天点外卖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定会出现有人食物不足的情况。或许到后面几天，每天饿死的人都比死于规则的多，而且就算饿不死，饥饿状态怎么应付这么多规则？看了他写的话，我顿时恍然大悟，千万不能向别人透露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储备，而且门窗也一定要锁死，防止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精神崩溃，做出可怕的举动。接下来的整整1天，我们都在窒息般的压抑里度过，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，尤其是我，只剩下最后1个字的额度，只要敢开口，就会当场暴毙。为了帮我管住嘴，小美直接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。而到了傍晚，一夜没睡的我困意来袭，双眼疲倦，却根本不敢趴下睡觉，生怕万一睡着后撕掉胶带说了梦话，就会当场殒命。在精神紧绷的状态里，我只能全程盯着时钟，期待它能走得稍微快一点。好在后面没出现什么意外。在我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，午夜的钟声在整个小区响起，0点到了。第2天的规则终于响起，社区规则2：本日睡眠时间超过3小时者死。听到完整规则后，我气愤极了，只想回家找妈妈。这规则是针对我的吧？精神紧绷整整1天，就等着规则刷新睡个好觉了。新规则居然限制睡眠，一股不忿的念头涌到心间，我终于忍不住撕掉嘴上的胶带，破口大骂起来。去你的狗屁规则！反正新规则产生之后，上一条规则就会自动废除。我现在不管说多少话都不会出事。可还没骂几句，喇叭里竟又传出了新的话语。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，示意我仔细倾听。请注意，
社区原有人数600人，首日规则后存活531人。此言一出，我们3个都冷不丁打了个寒战。短短1天时间，小区里居然死了69个人。那第2条规则我们又该怎样度过呢？好在青青的思维比较敏捷，他制作了一份精密的睡眠排班表。为了避免一次性睡完3个小时，青青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额度都分成了5份，每份半个小时，分布在凌晨、上午、下午、傍晚和深夜。多余的半个小时则是预留出来的保险缓冲期，避免有谁因为犯困忍不住打盹超出了睡觉额度。我们3人的休息时间全都交错开来，以便相互监督。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，我不禁有些感慨，也不知道今天会死多少人，估计会比昨天多得多。这个规则看似简简单单、朴实无华，但其实非常凶险。睡眠需求是人体的生理本能，越是疲惫紧张就越难抵抗。接下来的1整天里，我们都严格遵循青青的表格，轮流睡觉。已经2天没合眼的我，总算得到了短暂的休息。戴上眼罩后，根本不用酝酿，我便迅速睡去。只可惜，这样舒服的睡眠只能持续半个小时。临近时间节点时，我被小美和青青疯狂摇动，从睡梦中挣扎起来，喝了杯咖啡振作精神。等到上午9点时，才终于迎来第2次睡觉机会。如此反复，随着时间流逝，小区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想必都是因触犯规则而死去的人。在紧张忧虑里熬过24个小时后，总算等到了午夜钟鸣第3次出现。社区规则3，本日看到阳光者，则请注意，2日规则后社区存活397人。第3天的核心是阳光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这次的规则总算不涉及睡眠和休息了。现在是0点整，最近我们这里日出的时间大概是6点50，咱们在6点之前把门窗全部封死，应该就不会出事了吧？小美点了点头。之后的1整天，我们想睡多久都没事了。随后我们分头行动，将每一扇门窗全部都贴上了黑色胶带，为了避免漏光，更是对缝隙的位置多贴了7、8层。最后我们又用木板把每一扇窗都彻底堵死，以免规则使坏。突然刮起大风，把玻璃给掀开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客厅就像是一个深邃的黑洞，我终于安心钻进了被窝里沉沉睡去。不知道睡了多久，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，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下午1点半。阳光最盛的时候，门外传来好几道凌乱的脚步声，如同幽灵一般在楼道里乱窜，不停地敲门踹门，甚至用指甲刮出刺耳的声。被动静惊醒的青青也凑了过来。这个社区规则实在是太恶毒了些。第1天的规则束缚了居民的交流，第2天的规则又限制了居民的睡眠，第3天的规则连阳光都要剥夺，这样居民们会因为食物、水、求生等因素变得癫狂。虽然同情，但为了避免外边的人做出过激行为，我们只好合力挪过来一个高大的衣柜抵在门口。之后的半天时间，我们再无睡意，3人只能牢牢守在门口，听着那些惨烈的哀嚎以及各种砸锤撞门声。终于，发布规则的喇叭再次响起，请注意，3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99人。社区规则4，当日凌晨1点以后，凡是在镜面中看到自己的人，这个规则和第3条类似，需要把所有能够映照人像的东西全都封起来。不过只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，大块的玻璃窗本就处于隔离状态，不用再管。我们将电视机屏幕、冰箱表面密密麻麻缠满了胶带，同样也包括手机、电脑这些电子产品。做完这些之后，整间屋子都陷入了彻底的沉寂，我们3个的话语也越来越少，甚至不敢对视。这样的麻木持续了24个小时，直到午夜钟声重新响起。请注意，4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62人。社区规则5，当日至少跨过2万级台阶，违者死。听到这条规则时，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条件有多么严苛，而是感慨终于不用困在窒息的黑暗里了。没有等到天亮，我们便直接走出了屋子。可刚打开房门，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。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，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。想到这，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，开始一步步爬楼梯。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，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，仅仅是6000阶，我们3人就精疲力尽，双腿抽搐，瘫软在地上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，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。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。人多起来之后，紧张感略微减少，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。直到晚上10点半，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我们多走了1000步，
艰难地回到家后，没等我们喘口气，午夜钟声准时响起，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。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。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，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，突然呼吸不畅，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。请注意，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。社区规则6，当日中午12点，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，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。违者死。听到这个规则之后，我愣住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，这么简单吗？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人辞过，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。临近11点，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，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，而随着时间推移，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，30-40人一起研究，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，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这时，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。那是什么？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，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。仅仅是3秒之后，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。待它们飞得近些，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身形庞大的怪鸟。显然，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。小美小声嘀咕道：“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？”恐怕是的。果然，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，一边盘旋，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，对准人类扑击撕咬。它们速度很快，爪牙异常锋利。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，更不用说抵抗。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，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，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。这一幕看得我肉疼，忍不住回头瞥向下楼的通道。没等我行动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先我一步跑向通道，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巨大怪鸟抓向高空。看来没到12点10分，绝对不能下楼。面对怪鸭一轮又一轮的袭击，我们只能疯狂逃窜，哪怕是一直相当冷静的青青，此时也难忍惊惧。难道说规则觉得前面几天的死亡比例太少了，开启了杀戮模式？还好小美还算冷静。我觉得社区总规则里既然点明存活的可能性，就不会设置绝对意义上的死局。我们留心观察，或许能找到破局的生机。我刚想点头附和他的鼓励，却看到一只怪鸟朝我们的方向飞来。见状，我急忙伸手呼喊：“小心！”可惜我的叫喊晚了一些，怪鸟第一时间攻击的竟然是跑得最快的青青。青青的肩膀顿时被抓出几道疤痕，疼得青青原地蜷缩起来。小美见状，迅速拿起一根木棍反击，赶走了青青身上的怪鸟，接着冲我大喊：“酱汁，怎么办？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要死定了！”眼看怪鸭在头顶越聚越多，我的心也坠落到了谷底。绝望的我甚至想闭上眼睛迎接死亡。不对，怪鸭吃人的行为好像是有规律的。周围满地都是住户残破的身躯，有些已经成了白骨，被吃了个精光，另一些的身躯则相对完整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些怪鸭并不会吃那些已经躺下的住户。念头一转，我猛然想通了一切，立马朝着青青和小美高声呼喊：“他们有视力缺陷，怪鸭喜欢攻击活动敏捷的人，躺在地上就会没事。”说完之后，我也立马原地俯身趴下，把身体死死粘在地面，足足在心里默数了半分钟，竟都没有一只怪鸭找上门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松了口气。幸存的住户都学着我的样子，死死贴紧地面，不敢动弹分毫。怪鸭们变得茫然失措，突然没了目标，只能在楼顶一圈圈的盘旋。随着12点10分的到来，它们仿佛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，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。轻轻捏着仍在疼痛的肩膀，冲我微微一笑：“幸亏你找到了破局关键，不然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渣了。”休整1日之后，我们迎来了第7天。请注意，6日规则后，社区存活36人。社区规则7，当日必须前往1号楼第10层乘坐1次电梯，违者死。第6次规则后，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，而第7天的规则诡异程度丝毫不减，天知道电梯里面又会有什么恐怖的存在。这一次的规则没有限定时间，我们什么时候过去？越是不限时间的规则，我们就越要第一时间赶过去。小美附和道：“上一轮的经历已经证明，在凶险的规则也存在着一线生机。我们越早过去，就可以观察到越多样本，这样就能推断出电梯里的生机所在。1号楼是我们小区里最高的主楼，足足有20层楼。我们3人走到1号楼底层后，尝试坐电梯上楼，却发现无论怎么按动电梯按钮，梯箱都稳稳地停留在10层。显然电梯已经被规则动了手脚，只有从10楼才能进入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能爬了10层楼梯。抵达10层之后，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电梯，而是选择躲在附近的走廊角落，悄悄观察电梯的情况。不到10分钟，就等到了第一批抵达电梯的住户。那是一对情侣，他们在门前踌躇犹豫了很久，才
才终于按开了电梯。里面极其平静，空无一物。看到这一幕后，他们总算是放心地走了进去，我们则凭着呼吸目送他们二人的身影消失。我猜电梯一关闭，里面就会出现比怪鸭还恐怖的东西。然而关门之后，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突然开始变换，经过一阵跳跃，楼层数字从10变成了3，随后电梯便迅速下降，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从10层冲到了3层。惨叫声、碰撞声从电梯门外隐隐传来。再度归来时，梯箱里已经是2具发软的尸骨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了。这样的死法和处以极刑有什么区别？又等了3分钟后，新的住户走上了楼，这次是一个穿背心的大叔。等他按开门，我们惊奇地发现那对情侣的尸骨居然已经消失不见，电梯仿佛回到了最初状态，而大叔也像前面那对情侣一般走进了电梯。这一次，显示器的数字变成16，电梯猛地上升，同样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呼啸而去，钻到了16层。大叔不出所料变成了梯箱里第3具亡魂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们沉默了许久。所以说，这个电梯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选中一个楼层，以极快的速度冲刺过去。恐怕是这样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必须随机到上下3层以内才有可能存活吧？这个规则也太考验运气了。然而青青却说，往上3层恐怕也悬，要知道经历这样快速的冲刺，向上比向下还要可怕。后续的半个小时里，我们又蹲守到了3批住户的踪迹。先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，她极其幸运，随机到了9层，仅仅需要下坠1层，哪怕速度快，但也只是有惊无险。女大学生高兴地从电梯中走出，而后面的2拨人就没那么走运了。一个年轻人倒霉地抽中了2层，电梯急速俯冲，送回来一堆渣子。最后一批人是4人同行，3男1女一起进入，随机到了15层，急速上升之后，同样没有1人幸免。这一关太难了，能活着走出来的只有女大学生1个人。正在我陷入沉思时，轻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。去电梯。我和小美都有些莫名，怎么了？先进去再说，不要被人抢先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一头雾水地进了梯箱，看着电梯门慢慢关闭，显示器上的数字开始跳跃。几秒之后，数字终于定格，它停留在了8，随后便开始下降。极快的速度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重感。不过好在仅仅只有2层高，对我们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重创。回到10层后，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，忍不住向青青发问：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安全楼层的？青青解释道：电梯的关键就在于7这个数字。7，没错，就是7。这些楼层数字看似随机，其实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下降7层。第一次那对情侣的3层是初始楼层的10层下降7层，而我们如果把每次下降到底层都是做1轮循环，重新从20层开始，那么第3层下降7层就是第2位大叔的16层，第16层下降7层就是第3个女生的9层，第9层再下降7层就是青年的2层，2层下降7层又到了那4个人的15层，所以我才如此笃定这一次的电梯会再度下降7层，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第8层。听完青青的话，我和小美都惊讶地捂住了嘴。电梯规则的背后居然是这么简单的规律。度过安稳的20多小时后，第8天的钟声终于响起。请注意，7日规则后社区存活9人。不知不觉之间，我们已经在恐怖的规则束缚中待了7天7夜。在紧张的氛围里，我们又迎来了第8日的规则。请注意，社区规则8。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晚上11点，导员突然在微信群里艾特全员，所有人立刻回寝室，锁好宿舍门。楼道电路起火，工作人员正在检修。我不明白检修电路为什么要锁门，而且宿舍明明有电。2分钟后，住同宿舍楼的闺蜜私信我，有一个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千万不要开门。我以为闺蜜在开玩笑，上铺的萍姐紧接着说道：快去锁门！我男朋友说有一个杀人犯进了宿舍楼。我慌了，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她男朋友比我们小1届，萍姐从不开玩笑，真的有杀人犯。我连忙跑到门前，正准备上锁，停顿了一下。可是苏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等他回来再锁门？我们宿舍一共4个人，老大萍姐，老二回家了，老3是我，老4苏月刚去楼道取衣服了。我还在犹豫，萍姐当机立断，先锁门，等苏月回来我们再开。同时，萍姐在宿舍群里艾特了苏月，苏月你在哪？衣服别取了，快回来，外面危险。苏月，没事，衣服取好了。我在楼道拐角看到有2个男的，身上背着袋子，拿着扳手，应该是导员说的维修工吧。杀人犯的消息我也听说了，我有点害怕，还好他们没看到我。我准备绕路从另一边的楼梯回来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他们的脸了，
他们。苏月消息打了一半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我们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，声音来源就是苏月所在的楼道拐角。苏月被发现了，我和萍姐互相看了一眼，两个人眼中都映出对方惊恐的样子。如果是维修工，没有理由去追苏月。我和萍姐都没在微信群里再说话，萍姐比我先冷静下来。我先私聊导员问问情况，导员没在群里说真相，应该是怕大家恐慌。煎熬地等了2分钟，萍姐说道：导员让我们别担心，杀人犯的事情是谣言，真的是在维修电路。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疑。紧接着宿舍群弹出了新消息，苏月，吓我一跳，刚才真的是维修师傅，他们追我是怕我走到有危险的区域，等我这就回来。看到苏月的回复，我终于长舒了一口气。很快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让我心安的是，这一次的脚步声并不急促，咚咚咚，敲门的声音传来。因为刚才的惊吓，开门前我还是先看了一眼门禁，是苏月没错。正在我要开门的时候，一声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很大，应该是1、2楼传来的。我们宿舍在6楼也听得清楚。班级群的消息一下炸了，什么情况？不是电路维修吗？刚刚惨叫怎么回事？听说宿舍楼进了杀人犯，真的假的？声音应该是从1、2楼传来了。有没有附近的同学说说什么情况？我就在1层，可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我也不敢出门。不过除了惨叫，我好像还听到了刀子砍东西的声音。天哪，太恐怖了！我们报警吧。就在这时，群主开启了全员禁言，刚刚炸开的群消息戛然而止。导员发出了最新消息，同学们请不要慌张，传言是真的，确实有无差别杀人的疯子进了宿舍楼，因为担心大家恐慌危险，所以刚才说是电路维修。学校已经报警，各位同学一定锁好宿舍门，任何人敲门都不要开，警察赶到之前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一定不要开门。为了稳定大家情绪，班级群今晚禁言。正准备开门的我停顿住，咚咚咚，门外敲门声变得急促，我心中充满了疑问，电路没有坏，那苏月看到的维修工是谁？或者说门外的人？寝室群发消息的人根本就不是苏月。保险起见，我又看了眼门禁，这次我才注意到，苏月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没错，但不是她刚出门时穿的那件，光线暗淡，因为苏月低着头，看不清脸，可仔细观察下，能发现对方的肩膀与手臂是比苏月粗大的。再向下看，我发现对方似乎为了模仿苏月的身高，腿在弯曲着，这个人不是苏月。就在这时，对方抬起了头，只见对方戴着口罩，站直了身体有1.8米，直直盯着门禁，向我竖了一根中指，转身离开了。我现在脑子乱得不行，把我看到的情况和萍姐说了。萍姐深吸口气，冷静分析起来。我们没听到苏月的惨叫声，她应该是没有遇害。从对方穿着苏月的衣服和在群里发消息来看，苏月应该是背叛我们，和杀人犯一伙了。她刚刚想害我们。我虽然不愿相信，可萍姐分析的没错，别说杀人，就算是控制住挣扎的苏月，也不可能一点声音没有，最大的可能就是苏月妥协了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手机又来了新私信，屏幕显示苏小月月，这是苏月的小号，只有我知道的小号。我知道苏月有2个手机，苏小月月，刚才我逃跑的时候，手机和衣服都掉了，现在甩掉他们了，你一定要小心萍姐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人的脸，是萍姐的男朋友。我已经和隔壁603的人联系了，一会去603，你找机会也过来，我给你开门。看着手机里的消息，我头皮都开始发麻。萍姐似乎看出我脸色不对，温柔一笑，别怕，我们只要锁好门，等待警察来就行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是宿舍老大，平日里都把我们当小妹妹看待，怎么会和疯子杀人魔一伙？我脸色渐渐变好，冲萍姐一笑，是的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感觉当萍姐听到我这句话的时候，脸色有些奇怪。而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导员又拉了一个新微信群，几乎全楼的人都在，少了几个人，应该是漏了吧。刚拉完人，导员就在群里艾特全员，我被他们控制住了。之前消息也是他们发的，之前用我身份发消息的目的就是告诉大家学校报警了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报警，我说话会被发现，同学们快报警。另外，本楼不在群里的人都有问题，千万小心。消息发完的几秒，群里异常安静，群里没有禁言，也没人说话，似乎都在消化这些信息。导员被那群疯子控制住了，貌似发了刚刚的消息。从那群疯子进宿舍楼到现在，根本就没人报警。这个宿舍楼里有人和那群杀人的疯子暗中勾结，我则第一时间点开群成员查看更多，搜了萍姐的微信名，发现群里竟然没有萍姐，我整个人愣在当场。结合导员和苏月的消息，我确定萍姐有问题。现在思考起来，
之前门禁里看到的男人虽然戴了口罩，可身高、发型、气质、眼神都和萍姐的男朋友陈哲太像了。我拼命控制自己的表情，不让萍姐发现变化，可是我控制不住。就在这时，灯灭了，全楼的灯都灭了，宿舍楼断电了。紧接着，我看到手机没了网络，没了信号，黑暗带来了恐惧，却让我的心稍微镇定，这样萍姐就看不到我难看的脸色了。下一刻，我突然想到，这样就没法报警了。从导员刚刚拉群到断电、断网、断信号，中间不到1分钟，没人来得及报警，没人会来救我们。我们就像一群困在楼里待宰的羔羊，而近在咫尺就有一个拿着屠刀的猎人。萍姐平和温暖地说道：“一定是那群疯子干的，别怕，既然已经报了警，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安全了。”说话间，萍姐拿出了一把水果刀，削着苹果皮，苹果皮削好，她切了一块，递给我，过来吃点东西压压惊。昏暗中，我看到了萍姐的笑容，带着温暖，温暖中又仿佛带着丝残忍。我走到萍姐面前，努力克制恐惧，吃了那块苹果。可能因为紧张，我完全吃不出味道。为了让萍姐放松警惕，我顺着对方说道：“谢谢萍姐，我们一定会渡过难关的。”说着，我坐到了自己的床上，在黑暗的掩护下，小幅度地摸索着能对抗萍姐的东西。萍姐突然笑道：“断电之前，你看着手机发呆了好一会，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消息？手机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分析一下。”我心中突然一顿，导员的消息，苏月的消息，我都还没来得及删，萍姐的手已经伸了过来。我没有理由不给萍姐看，如果不给，就会被对方发现我知晓了一切。控制住手的颤抖，我拿着手机的手伸了过去，准备趁着对方接手机的时候跑出宿舍。就在萍姐即将触碰到手机的时候，一个女生的惨叫突然传来，声音中带着惊恐和绝望。而这一次，惨叫的声音无比清晰，就在我们楼上。我和萍姐的身子都顿了一下，我顺势收回手机，抱住了萍姐。萍姐，我害怕。我的身躯微微颤抖着，我所有的害怕完全可以甩锅给楼上的受害者。对我的行为，萍姐似乎也放下了戒备，没有再提看手机的要求。萍姐拍着我的后背：“别怕，有我在，就算是有坏人来了，我也会冲上去保护你。”她的话很温柔，从始至终都没有一点问题。甚至如果没有导员的消息，我根本不会怀疑萍姐。就在我稍稍放心，等萍姐放下戒备伺机逃走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宿舍的窗子没上锁。我们宿舍楼窗户没有护栏，以男生的身体素质来说，从楼上翻到楼下并不难。而现在凶手就在楼上，我离宿舍门有一段距离，而且正在和萍姐拥抱着。楼上的凶手马上就要过来了，我近乎绝望，现在别无选择。我准备先控制住萍姐握着水果刀的手，先下手为强。就在这时，走廊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，紧接着就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有人在焦急地敲着603的门，开门的声音传来，有人进了603，603就在我们隔壁的隔壁。进门后没听到什么打斗的声音，应该不是坏人。结合之前苏月发的消息，我断定这个人就是苏月。我去看看。萍姐似乎想要阻止我，可因为我刚刚的表现没有异常，她没有强制控制我的打算，还不忘提醒我一声：“小心点。”我装模作样的在门边看了眼门禁，外面很安静，空无一人。接着我转过头看向萍姐，外面没人，我们这里暂时还安全。我正说着话，就看见一道人影从楼上爬到我们窗户。他的动作很轻，没有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他背对着月光，所以看不清他的样貌。隐约间能看到他1.8米上下，嘴里叼着一把刀子，双脚踩在我们宿舍窗户的时候，这人单手对我竖起了一根中指。我背靠着宿舍门，面朝宿舍窗户，而萍姐面对着我，她还没有发现身后来人。下一刻，我突然从衣兜里拿出一个巴掌大的手电筒，黑夜里，手电筒突然绽放出强光，强光照到萍姐和那个黑影男脸上，让两人眼睛一阵刺痛。抓住这个空隙，我连忙打开宿舍门逃走。你死定了！黑影男一声怒骂，随手扔过来一个物品砸在我头上，还好东西不重，没影响我逃走。我拼命跑到603，然后开始拍门，咚咚咚，我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，听到了男人和萍姐怒骂的声音。如果603不开门，我就死定了。咔嚓，门开了，苏月把我拉进了宿舍，并以最快的速度关上了门。算上我，宿舍里现在有6个女孩，原本的宿舍4人，加上我和苏月。苏月抱着我不断安慰，想不到萍姐和陈哲是这样的人。调整好情绪，我把刚刚的经过讲给几人听，并回忆着黑影男的样子，确定是陈哲没错。苏月说道：“之前萍姐有说过，她在高中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跟小混混们走得很近，也许她性格一直这样。”另一个女生跟着说道：“我和陈哲高中一个市的，他很出名，是个学霸。高考前的全市联考考了700多分，所有人都默认的清北人选。可高考的时候发挥严重失误，只考了400多分，才来了咱们学校，可能受了刺激吧。”
我一听心里更慌了，这还是个高智商罪犯。就在这时，苏月看到我手上拿了一个小球，问道：“你手上这是什么？逃命还不忘带着？”我这才发现手里拿着一个塑料材质的圆球，回忆了一下，刚才陈哲从窗户进来的时候，看我要逃，随手扔过来砸我的。幸亏这东西不重。这时宿舍门被敲响了，敲得很急促，大家刚刚缓解的情绪立刻又悬了起来。门外竟然传来了萍姐的声音：“酱汁，快开门！我男朋友陈哲要杀我，我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刚刚你把我丢下不管，我不怪你。快开门！再不开门，我要死在这了。”我心头一沉，从目前的线索来看，萍姐99%是坏人。抬起头，我也看到了宿舍里其他人都警惕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开门。我对大家一笑：“你们救了我，我不会害了大家的。”萍姐还在急促地敲门，还在央求我们信任她。突然，我手里的塑料小球发出了声响，从里面传出了男人的声音：“海平想杀你们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”直到这时候，我们才开始观察这个小球，竟然是个小型对讲机。更重要的是，对讲机的声音是陈哲。陈哲是萍姐的男朋友，至少我和苏月是见过他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。陈哲不是坏人吗？苏月面色凝重，紧跟着分析：陈哲知道了萍姐敲不开门，所以想要取得我们的信任。不过眼下统一的战略就是不给萍姐开门。外面的萍姐似乎敲累了，一声叹息：“我不怪你们，毕竟杀人犯是我男朋友，我身份敏感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，我也会保护好自己的，不然我被坏人杀了，你们也会自责的。”话落，敲门声停止了，随之而来是一阵跑动的脚步声。萍姐应该是走了，但我听到萍姐最后说的话，心中还是有些疼。忐忑当中，我又看了看门禁，楼道很黑暗。突然，宿舍门外一只眼睛贴在了门外的门镜上，我吓得尖叫一声，随即门外的人拉远距离，我刚好能看清，就是刚刚佯装离去的萍姐。不过现在的萍姐不再伪装，脸上露出奇怪的笑容，笑容映衬着走廊微弱的绿光，显得阴森可怕。酱汁，你可真残忍啊，把我拒之门外，还有苏月也在里面吧。时间有的是，我们慢慢玩，谁也逃不掉。你们知道我参与了这件事，所以必须死。我们宿舍里的6人互相看了看，明显比刚才要慌了。萍姐说的没错，我们知道了她的身份，她一定不会放过我们。苏月壮着胆子冲门外说道：“萍姐，咱们宿舍的关系一直很好，你很温柔，很照顾我们，我们也真的把你当姐姐看。你为什么要针对我们？为什么要参与做这种事？”我也紧跟着说道：“是啊，萍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？我们是姐妹，我们可以帮你的。”哈哈哈哈！门外突然传来一阵笑声，萍姐在放声大笑。萍姐用力踹了一脚宿舍门，知道踹不开，只是单纯的发泄。我这么做当然是觉得好玩呀，我喜欢欺负别人，喜欢看到别人害怕我的样子。高中的时候，我把一个人的头按进了厕所，还拍了他的照片，甚至还威胁他跳了楼。之后我洗清了身上的嫌疑，警察根本没证据抓我。我听到萍姐说的话后大吃一惊。萍姐，你说过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萍姐笑着说：“你们都死了，就没人知道我是坏人了。况且今晚动手的是我男朋友，就算警察来了，我也只是个无辜的受害者。漫漫长夜，你就在恐惧中等着我吧。”说完，萍姐又踹了一下门，接着门外安静了下来。萍姐似乎失去耐心离开了，而我们就像一群待宰的羔羊，相互对视着。与其等死，要不然我们出去跟他们拼了。好，苏月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认可。就在我们拿上扫帚、拖把等武器，准备打开房门时，圆形对讲机又响了起来。陈哲的声音再次传来：“不要出门，外面不止我们2人。”果然，萍姐还有其他帮凶，推断应该是和她同一高中的那群混混。我冲着对讲机喊道：“陈哲，如果你真的想救我们，就赶快报警。”没想到陈哲并没有正面回答我。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话落，就听到楼上传来一声惨叫，宿舍里的几人再次陷入了恐惧，还没回过神来，房门被人敲响。苏月看了一眼门禁，门外是隔壁班的一个女生，女生焦急地说着：“救救我，快开门！”是张雪。宿舍另一个女生说道：“张雪，这个女生我认识，不是很熟，学习很好，是学生会的老大，应该不是坏人。”我和苏月对视一眼，决定开门，因为我们做不到见死不救。可没想到，刚打开门，躲在一旁的萍姐就立刻顶住了房门。原来他们是一伙的。萍姐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你们终于开门了，动手！”听到命令的张雪立刻拿起一把刀子，缓缓向我们走来，而我们握紧手中的扫把，准备与其搏命。就在这时，陈哲来到了众人面前。萍姐问陈哲：“其他人呢？”都已经按你吩咐的解决掉了。陈哲紧接着又说道：“
这些人交给我吧。说着，拿着棒球棍走了过来。可谁知下一秒，陈哲一棍子打在了张雪的后脑勺上，张雪应声倒地。接着，陈哲又拿出刀子，将目光瞄准了萍姐。这串连贯动作将我们吓了一跳，萍姐更是一脸懵逼。陈哲，你干嘛？陈哲则不慌不忙地解释道：“海平，你是不是忘了陈丽丽，那个被你逼迫跳楼的女孩？她是我的妹妹。”萍姐一听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策划好的，想方设法接近我，就是为了给你的妹妹报仇是吗？陈哲微微一笑：“海平，坏人终将受到惩罚。”说着便一刀刺入了萍姐的身体。而此时楼外也响起了警报声，随后陈哲意味深长地看向我们几人，仿佛在说：“对不起，让我们受惊了。”陈哲没有逃跑的打算，而是像我们一样等待着警察的到来，哪怕他知道自己将会面临永久的牢狱生活。事后，我和苏月也从警察的口中得知，被绑架的辅导员等其他同学都只是受到了惊吓，并没有受到身体上的伤害，受害的都是当年霸凌陈哲妹妹的混混，这其中也包括我们宿舍的老二陈梦。他其实根本没有回老家，而是第一个被陈哲设计好除掉了。